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妈呀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，简直是绝了。我们上海来的陈设计师，人称陈时尚，在魔都打拼10几年，名气那是相当响亮。人家不仅在国内时装周大放异彩，连巴黎、米兰的秀场都有他的身影，可以说是时尚圈里的一匹黑马。这不，通过我们红娘服务，他认识了台湾一位做进出口贸易的老板梁先生。这梁老板那真是有钱有颜，35岁就在台北买了3套房，还有一辆帕拉梅拉，简直是钻石级别的优质男。两人一见钟情，闪婚闪离闪结婚，不到半年，陈时尚就远嫁台湾了。出发前，陈时尚的姐妹们可都凑在一起给他饯行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台湾的情况。听说台湾经济停滞好多年了，那边的人穿衣服可土了，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，别提了。我表姐去台湾玩，看到路上的人穿得像是古董一样。陈时尚听了这些话，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！作为一个专业人士，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让台湾的美女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时尚。他要当台湾时尚界的一盏明灯。临行前，他特意带了满满2大行李箱的设计新作，准备在台湾大展身手。老公，我听说台湾那边的时尚圈比较落后，是不是啊？陈时尚在飞机上问梁老板，梁老板笑了笑，你先去看看再说了。台北跟上海不一样，有自己的风格。我知道啦，就是比较土吗？没关系，有我在，一定可以带动一波潮流。陈时尚信心满满的说道。飞机落地后，梁老板带着陈时尚回到了位于信义区的豪宅。哇塞，这房子可真不是盖的，20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，落地窗外就是台北101的绝美夜景，装修风格简约大气，一看就是请了专业设计师操刀的。这也太豪华了吧！陈时尚惊讶得合不拢嘴，我以为台湾经济不行，大家都住得很一般呢。谁跟你说的啊？梁老板笑着摇摇头。台湾人均 GDP 虽然近几年增长没有大陆快，但基础还是很扎实的，而且台北房价可不便宜呢。次日一早，陈时尚迫不及待地想去台北街头转转，看看当地人的穿着打扮。梁老板建议他去西门町，那里是年轻人的聚集地，可以看到最新潮的街头风格。我看啊，肯定是那种土里土气的打扮，可能还停留在我们大陆10年前的水平。陈时尚边化妆边说，他特意穿上了自己最新设计的一套衣服，荧光绿拼接亮片的超短上衣，搭配超高腰阔腿牛仔裤，脚踩一双15公分的厚底鞋，头上还戴着一顶夸张的大檐帽，胸前挂着各种大牌 logo 的配饰。他觉得这一身足以秒杀台湾所有的时尚博主。来到西门町，陈时尚刚走出捷运站就惊呆了，只见街上的年轻人穿着风格各异，但无一例外的充满了品味和个性。有穿着极简风格连衣裙配平底鞋的女孩，简约却很有气质；有身着 vintage 复古风搭配的男生，一看就是懂行的；还有穿着日系森女风的姑娘，清新淡雅，更不乏韩系穿搭的潮人，简直就是从首尔街头走出来的一样。这陈时尚目瞪口呆，他原本以为自己这一生会成为街上的焦点，结果发现反而有些格格不入。西门町的年轻人穿着虽然不如他这般张扬，但每一套都很协调，很有自己的态度。路过一家时尚买手店，陈时尚忍不住走了进去。天啊，里面的单品全都是全球各大品牌最新的设计，有些款式连他在上海都还没见过。更让他吃惊的是，店员介绍的专业程度一点不比上海的差，谈吐间流露出的时尚敏感度甚至更胜一筹。这位小姐是刚从大陆来的吗？店员礼貌地询问道。对啊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陈时尚有些诧异，你的穿搭风格很有辨识度，在台湾比较少见这种大面积拼接亮片的设计呢。店员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陈时尚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在别人眼里，自己精心设计的这身行头并不是什么高级时尚，反而有点辣眼睛。走出店铺，陈时尚的心情有些复杂，他继续在西门町逛着，看到了更多令他震惊的景象。街头小店里的设计居然也很前卫，而且价格亲民。路上的台湾姑娘们化妆风格自然精致，
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土气，就连路边摊贩都穿得很有品味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路过一家咖啡厅时，他看到了一位正在和朋友聊天的女孩，穿着简单的白 T 恤和牛仔裤，脚踩一双普通的帆布鞋，却气质出众，浑身散发着时尚感。定睛一看，陈时尚差点叫出声来。那不是台湾知名的时尚博主小 A 吗？他在国际时装周上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怎么可能啊？他穿的这么简单，却还是这么时尚。陈时尚心里掀起了波澜，在他的认知中，时尚就是要穿的与众不同，越夸张越好。可眼前这位时尚达人，却用最简单的单品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时尚。一整天的西门町之行，彻底颠覆了陈时尚对台湾时尚的认知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忍不住向梁老板倾诉自己的震惊。老公，我今天简直是大开眼界啊！台湾的时尚水平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落后，反而在某些方面比上海还要前卫呢。梁老板笑了，我早就跟你说了啊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是文化底蕴深厚，而且跟日本、欧美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。在时尚这方面，台湾人更注重个人风格和舒适度，不盲目追求夸张和品牌。我发现台湾人穿衣服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不会一窝蜂地追求某种风格，而且很懂得用简单的单品搭配出高级感。陈时尚若有所思地说，而且啊，你发现了没有，台湾这边的店员服务态度超级好，专业知识也很扎实。不像在有些地方，店员只会说这个很流行，这个很贵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陈时尚越说越激动。那是当然，梁老板笑着说，台湾服务业发展很成熟，而且这边的服装相关专业教育也很普及，许多店员都是科班出身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时尚决定继续探索台北的时尚圈。他先后去了诚品书店、华山文创园区、松烟文创园等地。每到一处都被当地的时尚氛围所震撼。在诚品信义店，他看到了台湾本土设计师品牌的专区，那些设计简约却不简单，充满了创意和匠心。在华山，一场小型的设计师市集让他看到了台湾年轻设计力量的崛起。这些年轻人可不得了，作品中既有东方元素的含蓄美，又有西方设计的前卫感，而且非常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理念。哇塞，这些小朋友的想法好有创意啊！陈时尚拿着一件由回收牛仔布制成的外套，爱不释手。在上海，大家更追求大牌和奢侈品，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些小众设计师的作品。台湾这边小而美的品牌很受欢迎呢。旁边一位卖家告诉他，我们重视的是设计理念和品质，而不是简单的追求品牌效应。陈时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确实，他发现台湾人对于时尚的理解似乎更加包容和多元，不管是日系、韩系、欧美风还是复古风，只要适合自己，台湾人都能驾驭得很好。而且台湾人特别擅长混搭，一件普通的衣服，他们能通过巧妙的搭配变得与众不同。第二周，陈时尚决定拜访台北一些知名的时尚买手店和设计师工作室。通过梁老板的人脉关系，他成功的约到了几位台湾时尚圈的资深人士。林氏姐妹的买手店是台北最有名的时尚据点之一，店面不大，但里面的每一件单品都经过精心挑选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众设计师品牌。我们每年都会去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、东京等地的时装周，寻找有潜力的新锐设计师。林子说道，我们不追求那些人人都知道的大牌，而是希望带给台湾消费者更多元、更有创意的选择。难怪你们店里的东西这么特别。陈时尚感叹道，在大陆，买手店也越来越多了，但很多都是以销售知名品牌为主。其实啊，台湾市场小，我们必须走差异化路线才能生存。林妹笑着解释，而且台湾消费者很聪明，他们不会盲目跟风，更注重个人风格的打造。听了这话，陈时尚不禁想起自己之前的想法，心里有些惭愧。他曾经认为台湾时尚落后，现在看来，台湾的时尚是另一种形式的先进，注重个性，追求舒适，崇尚环保，关注设计理念，这不正是全球时尚的发展趋势吗？接下来，他还拜访了台湾本土设计师吴先生的工作室。吴先生曾在日本学习服装设计，后来在巴黎工作多年，最终回到台湾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
台湾设计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陈时尚好奇地问道。我认为是文化多元性。吴先生思考片刻后回答，台湾受到中华文化、日本文化、欧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，这使得我们的设计既有东方的韵味，又有西方的创新。而且台湾社会相对开放包容，设计师有更大的创作自由。确实，陈时尚深有同感。我发现台湾的设计作品很少有一窝蜂的现象，每个设计师都坚持自己的风格，那是因为台湾市场小，竞争激烈，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，很难脱颖而出。吴先生解释道，而且台湾消费者很挑剔，他们更看重独特性和设计感，而不是简单的追求品牌或潮流。这次谈话给了陈时尚很大的启发，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设计理念，是不是过于追求表面的时尚感和品牌效应，而忽略了服装本身的舒适度和实用性。回到家后，陈时尚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带来的作品拿出来重新审视。说实话，那些充满亮片、荧光色、夸张剪裁的设计，在台北这座城市里似乎有些格格不入。老公，我发现我之前的设计可能有点太用力了，陈时尚坦言道。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格吗？梁老板安慰他，上海是国际大都市，追求前卫、时尚也很正常。但我现在明白了，真正的时尚不是盲目追求华丽和夸张，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，并且穿出自信。陈时尚若有所思地说，台湾人穿衣服可能没有那么前卫，但他们的穿搭更耐看，也更有个人特色。你开始理解台湾的时尚理念了。梁老板高兴地说，台湾确实不像上海那样快速跟进国际潮流，但这里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和时尚生态。在台北生活的第1个月，陈时尚的时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发现台湾人对时尚的理解更加内敛和深刻，他们不会为了时尚而时尚，而是追求真正适合自己的风格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发现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远超他的想象。台北的商场里，各大国际品牌一应俱全，奢侈品专柜前顾客络绎不绝，街头巷尾的小店也各有特色，从平价到高端应有尽有，就连夜市里的摊贩都穿着得体，古早味雪花冰店里的阿姨可能背着香奈儿的包包。台湾人均收入虽然这些年增长没有大陆快，但基础很好，而且贫富差距没那么大。梁老板解释道，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普通人生活品质普遍较高，难怪我看到路上的阿姨都穿得很讲究。陈时尚恍然大悟，他们可能不追求最新潮流，但每个人都很有品味。那是当然，台湾女性很会打扮自己。梁老板笑着说，而且这边的熟龄女性更注重保养和气质，不会盲目追求显年轻。陈时尚点点头，想起了在台北街头看到的那些气质优雅的中年女性，她们的穿着虽然简约，但每一件单品都很精致，整体搭配和谐统一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。其实啊，台湾的时尚可能不像上海那么前卫张扬，但更注重细节和质感。陈时尚感慨道，就像台湾人喜欢的那句话，小确幸，他们更懂得欣赏生活中的小美好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陈时尚对台湾时尚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他发现台湾的时尚产业虽然规模不大，但非常精细化，各个环节都很专业，从设计、制版、打样到成衣生产，台湾拥有完整的产业链，而且注重品质把控。特别令他惊讶的是，台湾许多小型的服装工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技术相当精湛，能够满足设计师对高品质成衣的要求。这些工厂的工人们大多是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，他们对服装制作的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，这就是台湾服装质量好的原因啊。陈时尚恍然大悟，难怪我在西门町买的那件看似普通的 T 恤穿着这么舒服，做工也这么精细。除了服装行业，台湾的配饰设计也让陈时尚眼前一亮。从简约精致的饰品到独具匠心的手工皮具，台湾设计师的作品充满了创意和温度。这些设计不仅在台湾本土受欢迎，甚至在日本、韩国等亚洲国家也有不小的市场。台湾的设计师很擅长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。陈时尚观察到，比如那些以台湾原住民图腾为灵感的首饰，既有文化底蕴，又很时尚前卫。
随着对台湾时尚圈的深入了解，陈时尚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设计理念。他意识到，真正的时尚不是简单的追求夸张和前卫，而是要有自己的态度和风格。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设计师们用自己的作品诠释着 less is more 的理念，简约而不简单，低调却很高级。在台湾生活了3个月后，陈时尚决定要做一件大事，在台北举办一场自己的时装发布会。不过，这次的主题不再是他过去擅长的华丽夸张风格，而是融合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感，以简约而不简单为理念的全新系列。老公，我想在台北办一场秀，展示我的新作品。陈时尚对梁老板说，太好了，梁老板非常支持，我可以帮你联系场地和媒体。陈时尚开始埋头创作，这一次，他放弃了过去常用的荧光色、大面积亮片和夸张剪裁，转而采用了更加内敛的设计语言。他选用了优质的天然面料，注重服装的剪裁和细节处理，让每一件作品都既时尚又实穿。在设计过程中，他融入了不少台湾元素，以台湾原住民图腾为灵感的刺绣图案，以台北街头建筑为灵感的几何纹样，甚至还有以台湾特有植物为灵感的印花设计。这些元素与他擅长的现代都市风格相结合，创造出了既有东方韵味又不失国际视野的作品。我发现台湾设计师特别注重服装的实穿性和舒适度。陈时尚在工作室里对他的助手说，过去我可能更注重视觉效果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一件好的服装应该是让人穿上就不想脱下来的。发布会定在了松山文创园区，这个由旧烟厂改造而成的文创空间，既有历史感又充满现代气息，非常符合陈时尚这次系列的主题。发布会前1周，陈时尚忐忑不安，他不知道台湾观众会不会接受他这种风格的转变，会不会觉得他的作品太过保守或者缺乏新意。放心啦，梁老板安慰他，你这次的设计很有诚意，我相信台湾的时尚圈会给你客观的评价。发布会当天，现场座无虚席，不仅有台湾本土的时尚媒体和买手，还有不少从上海、香港等地专程赶来的业内人士。更让陈时尚惊喜的是，他在西门町偶遇的那位时尚博主小 A 也来了。模特们身着陈时尚的新作品，缓缓走上 T 台。与过去那些色彩艳丽、造型夸张的设计不同，这次的系列以黑、白、灰、驼色为主调，点缀以少量的蓝色和绿色，整体风格简约大气，却又不失细节。每一件服装都极为注重剪裁和面料的质感，穿在模特身上既舒适又有型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系列中的几件融合了台湾元素的单品，一件印有台北街景剪影的丝质衬衫，一条灵感来自原住民图腾的刺绣半身裙，一件采用台湾传统蓝染工艺制作的牛仔外套。这些设计既有文化内涵，又不失现代感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发布会结束后，陈时尚忐忑地等待着大家的评价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台湾媒体对他的新系列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认为他成功地将上海的时尚前卫与台湾的含蓄内敛相结合，创造出了兼具国际视野和东方韵味的优秀作品。陈设计师的这次转变令人惊喜。一位资深时尚评论家写道，他不再一味追求视觉冲击，而是回归到服装设计的本质，舒适、实穿且有态度。这正是台湾时尚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理念。更让陈时尚激动的是，他的几件融合台湾元素的设计引起了买手们的兴趣。林氏姐妹当场就预定了几款，表示要在他们的买手店中售卖，甚至还有日本和韩国的买手也表达了合作意向。我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反响。陈时尚激动地对梁老板说，看来我这次的转变方向是对的，你看，我就说台湾的时尚圈很包容吧。梁老板笑着说，只要设计有诚意、有态度，就会被认可。发布会后的派对上，小 A 主动来找陈时尚聊天，我很喜欢你这次的系列。小 A 真诚地说，特别是那些融合台湾元素的设计，既有创新又有传承，非常棒，谢谢。其实我来台湾前，对这里的时尚圈有很多误解。陈时尚坦率地说，我以为台湾的时尚比较落后，没想到来了之后才发现，台湾有自己独特的时尚理念和审美体系。哈哈，很多大陆朋友刚来台湾都有这样的误解呢。小 A 并不介意，
其实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是文化很多元，受到中华文化、日本文化、欧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，这使得我们的时尚风格也很丰富。没错，我发现台湾人穿衣服更注重个人风格和舒适度，不盲目追求潮流和品牌。陈时尚感慨道，这种态度其实更符合时尚的本质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吗？小 A 笑道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，追求前卫时尚也很正常，而台湾可能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感受，所以服装风格也更偏向舒适和实用。两人相谈甚欢，最后还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约定日后有机会合作。这次发布会给了陈时尚很大的信心和动力，他决定在台湾成立自己的工作室，专注于融合两岸文化元素的设计创作。梁老板全力支持他的决定，还帮他联系了台北信义区的一处空间作为工作室。以后我的设计会更加注重舒适度和实穿性，但不失设计感和态度。陈时尚对梁老板说，我想做的是真正适合亚洲人体型和生活方式的时装，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审美标准。这个想法很棒，梁老板鼓励他，其实台湾和大陆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挖掘，将这些元素融入现代设计，一定能创造出独特而有价值的作品。工作室成立后，陈时尚开始招募本地的设计师和制版师。他惊喜地发现，台湾的服装专业人才非常扎实，无论是设计能力还是制作工艺都令人满意，特别是那些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，他们对服装制作的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，这正是陈时尚最看重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时尚的工作室逐渐打开了知名度，他的设计不仅在台湾受到欢迎，还通过跨境电商平台销往大陆和其他亚洲国家。许多大陆顾客特别喜欢他那些融合台湾元素的设计，认为这些作品既有东方韵味，又不失国际视野，穿着舒适又不失设计感。没想到我来台湾这一趟，不仅收获了爱情，还彻底转变了我的设计理念。1年后，陈时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，台湾的时尚给了我很多启发，让我明白了服装设计不是简单的追求视觉效果，而是要真正理解穿衣者的需求和感受。那您觉得台湾和上海的时尚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呢？记者问道。我觉得上海的时尚更加前卫，更注重视觉冲击力，而台湾的时尚则更加内敛，更注重舒适度和个人风格。陈时尚思考片刻后回答，但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，只是风格和理念的不同。事实上，我现在的设计正是尝试融合这两种风格的优点，既有上海的前卫，又有台湾的内敛。您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呢？记者又问。我希望能继续探索两岸文化的融合，创造出更多有温度、有态度的设计。陈时尚笑着说，同时我也计划在台湾开设设计课程，与更多年轻人分享我的经验和理念。如今，陈时尚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，他不再认为台湾是又土又穷的地方，而是发现这座小岛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时尚资源。在这里，他找到了设计的新方向，也找到了生活的新态度。其实时尚和生活一样，不在于外表有多华丽，而在于内心有多丰盛。这是陈时尚现在常说的一句话，也是他从台湾这片土地上得到的最大感悟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今天的故事。看似是一个上海设计师远嫁台湾的简单故事，实则折射出两地文化和时尚理念的差异与交融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不同地区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，往往能激发出更多创意的火花。正如陈时尚所体验的那样，台湾的时尚或许没有上海那么前卫耀眼，但它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深度。而上海的时尚虽然更加大胆创新，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。两种风格各有千秋，相互借鉴才能共同进步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无论是在时尚还是在生活中，我们都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，善于发现不同文化中的闪光点，汲取精华为己所用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展现出最真实、最自信的一面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丽姐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